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夜话心语。说好了做丁克夫妻，周信却在徐志40岁的时候反悔了。他想要生个孩子，因为年龄、工作和身体原因，矛盾渐至不可调和。徐志提出了离婚。5年后，已经再婚并成为父亲的周信，却在酒后的睡梦里叫出了前妻的名字。在周信的手机里，徐志的备注名叫于志，取了真实姓名的偏旁和谐音，看起来像个男的。离婚5年了，周信和徐志2个人除了最近2年在新年时互致问候，也并没有多余的话说，却谁也没想要删除对方。至于是没必要还是不舍得、不甘心，人心褶皱细密，很难深究。在与周信大吵一架的夜里，他的现任妻子沈家竹决定深究到底。凌晨1点半，周信气恼难遏，从床上起身时连袜子都穿反了。他甩门离家，连手机也忘在了枕边。那天晚上，徐志的手机关了静音。等他早晨醒来的时候，看到手机上的10几通未接来电，有周信的号码，也有陌生号码。微信同学群里也多了一个人，那个陌生头像他的消息，一共7、8条，总结起来都是一个意思：同学聚会那夜，你和周信去哪里了？不仅如此，陌生头像还炮轰了全体同学，都是40多岁的人了，能不能要点脸？徐志放下手机，尽量情绪平静地洗脸、化妆，直到坐下来吃早餐的时候，才点开编辑框回复：我去哪里和你无关，至于周信，你该问他自己。他停顿了一下，又逐字删除了，却难免有气，索性将手机朝旁边一丢。等徐志再拿起手机的时候，那个头像已经被移出了群聊。同学群里有了一阵小小骚动，看热闹不怕乱子大的同学连连提问：什么情况？老周。接着周信说话了：一场误会，抱歉呐大家。徐志，对不起。徐志回了一个字：滚。脸都丢到太平洋里去了，也不知道他这一夜是怎么过的。念头刚一转，徐志又忍不住咬牙，他活该。这事儿没完。那天下午，沈家竹找来了。徐志工作的地方是一家大企的分公司，同事不算多，却颇有些枝枝蔓蔓。徐志刚面试完新员工，在走廊里遇上沈家竹的时候，连脚步都没停。倒是沈家竹叫住了他，并自报家门，样子和同学群里的发飙女人判若两人。气恼里透着一些尴尬。徐志抬腕看表，我只有10分钟时间。沈家竹点点头，好。走回办公室的短短路程里，徐志已经恢复了镇定。他坐回自己的办公椅上，像是在看待一个不好沟通却也没那么重要的客户。是的，往事已矣，在40多岁的年纪里，生死之外，还有什么可让人畏惧？徐志打量着坐在沙发上的沈家竹，的确是年轻啊，杏色西装外套，黑底碎花长裙，面容姣好，身形窈窕。周信的第2次婚姻还真是幸福。徐志先开了口：你找我有什么事？如果还是早上的问题，抱歉，我回答不了。出人意料的，沈家竹摇了摇头，语气竟像是在和朋友聊天。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坐在这里。昨晚，我像是被气疯了。徐志挑挑眉，微微讶异，于是沈家竹接着说了下去。他什么都不肯说，他连解释都不愿意。他总是这样，我讨厌他这样。徐志暗暗叹息，话自然而然地说下去，语气也和缓了。我不知道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也不想知道。但我可以告诉你的是，我和周信从离婚那天起就永无在一起的可能。我相信。
沈家竹看着他，放轻了声音：“如果说见到你之前，我确实对你们的关系有所怀疑，可是现在不了。”徐志身体前倾，愈发诧异：“为什么？”沈家竹迎着他的目光笑了笑：“没必要。”3个字似乎说不清更多，却也分明诠释了许多。沈家竹再度开口：“我嫉妒你。”徐志同样回他3个字：“没必要。”接下来，沈家竹的举动大大出乎了徐志的意料。他起身走到办公桌前，从包里拿出了一页纸：“我进来时看见了你们的招聘启事，刚好我也带着简历，麻烦看一下。”这都哪儿跟哪儿啊？徐志觉得沈家竹简直神经。他未加思索，抬手径直将简历推了回去：“抱歉，招聘已经结束了。”“好吧。”沈家竹收起简历，说道：“我知道你大概率会拒绝我，但你们公司的岗位和薪资实在是诱人，不是一下我会后悔的。万一你没那么狭隘，愿意对应聘者一视同仁呢？”徐志失笑，赞赏里带着贬损：“你可真是口齿伶俐，我猜周信平常一定说不过你。”徐志站起身来：“我还有事，不送。”沈家竹出门前又回过头来：“昨晚的事是我没控制好情绪，对不起。”徐志迟疑了一下，终究还是没忍住：“你和周信到底发生了什么？”沈家竹直视着他的眼睛，目光赤裸裸的，带着气恼、玩味和探索。“他在梦里叫了你的名字。”徐志后悔话多，简直想给自己俩嘴巴。沈家竹看他神色，偏又近前2步：“还有其他细节，你要听吗？”1周前，周信在同学聚会的包间里见到了徐志。徐志45岁了，笑起来眼角添了几道皱纹，不笑时又像是藏匿了起来，让周信的目光停住良久，像是想要捉住他们一般。他穿了一件宽松的白衬衫、深色牛仔裤、休闲鞋，整个人看上去干干净净、自自然然。只是那份简单，既像是毫不在意，又像是存心故意。周信承认，从徐志一进门，他的思绪就开始游移。不为别的，而是他和他携手共度的小半生，有过太多刻骨铭心的时刻了。就连离婚，也离得好像和别人不太一样。2个人工作，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，却已经5年没见了。她仍然是好看的，姿态优雅，又多了一些慵懒和气定神闲，身材也保持原样。她手里有些存款，这2年又升职加薪，有年轻男人鞍前马后也说不定呢。周信脸上是笑着的，心里却隐隐泛酸。偏偏有人不识相，声音卡在众人话题落地、相对静寂的时刻，问他：“你家小孩几岁？”“有4岁了吧？”周信莫名有些心虚，生怕语气里流露出怯意，声音竟有些大了：“啊，快了。”他自然不会在这个时刻转眼去看徐志，所以他不知道徐志正看着他呢。女同学们聊着天，有人夸徐志皮肤好，问他：“真没打针吗？打针还会有这么多皱纹吗？”徐志笑着说：“和朋友去过1次，结果临阵脱逃，我实在是太怕疼了。”“是啊，他太怕疼了。”周信想，20多岁的时候，他光脚走路碰到桌腿也会哭，偏偏又总是不小心。他就抱着他给他揉脚，把他冰凉的脚丫捂在手里，哄他说：“乖哦，不许哭。”那样轻柔宠溺的语气，这一生他只在2个人身上用过，另一个是他的小女儿。面前人影晃动，声音嘈杂，周信的思绪浮想联翩。15年，他们做了15年的夫妻，算上谈恋爱的3年，他们足足在一起18年。他看着他的时候，他并不看他。
同样，他看着他的时候，他也并不扭头向他的方向扫视一眼。他也在想，他是有些沧桑了，发际线有了后移的迹象，双眉间也藏着纹路。他得偿所愿，成了一个漂亮小女孩的爸爸，偶尔在朋友圈里发小孩子的照片。徐志慢慢地晃动着手里的酒杯，有些恶趣味地想，换了个年轻的媳妇，一定很幸福，也很辛苦吧。白天要拼命工作赚钱给老婆孩子花，夜里还要在床上精耕细作。这样想时，他竟有些可怜他，又带着点心酸和厌恶。不经意的一转眼，却刚好对上了他的视线，借了3分酒意，徐志狠狠地白了他一眼。徐志不胜酒力，他向来喝不了多少。大家畅聊正酣，周信看见他拿出手机打电话，简简单单3个字，不必听见，看他口型就知道，来接我。徐志出门前，周信忽地站起，他为自己的冲动觉出了一瞬间的羞赧，他的身体像是被椅子发射出去的。他们前后脚离开，徐志在前，周信在后，直到出了酒店大门，周信方才开口：“咱们聊聊吧。”没什么可聊的，其实，但情绪里鼓鼓囊囊的，又确实有对方的原因，这样不好。徐志迟疑片刻，环顾四周，指了指旁边的咖啡馆。他一边径直朝前走，一边拿出手机打电话，言简意赅地说：“不好意思，再等我一下。”周信的脚步跟上，想说什么，却又咽下。直到坐进咖啡馆的沙发里，他才看着徐志放在桌上的手机，轻声开口：“你的司机还是忠诚拥趸？”徐志将身体后撤，抱臂在胸，微微扬起了下巴，语气有些不悦：“你没话说就闭嘴。”周信却笑：“过得好吗？”徐志扔出硬邦邦3个字：“好得很。”周信点点头，确信自己多此一问。他的确过得很好，看他状态就知道。空间里乐声流淌，灯光暖黄，两人对坐，各自沉默。说是聊聊，却变成了静坐。那杯咖啡，徐志只喝了一口，吐槽道：“真难喝。”“没事，我走了。”他抓起拎包起身，头也不回：“你保重。”他以为在见面时可以做到心平气和，却到底还是带上了情绪。10分钟后，在回家的车上，徐志问沉默开车的男人：“假如啊，我是说，假如你很爱一个女人，你们结了婚，在一起很多年，可是她却不肯和你生小孩，你会和她分开吗？”男人扭脸看他，一笑：“不会。”徐志酒意上冲，眼底泛起水光：“为什么？”“因为我不喜欢小孩，觉得他们很难搞。再说了，人生一趟苦旅，何必造个小人出来重复我们自己受过的苦？当然，这只是我自己的想法和选择，不代表旁人。”徐志笑了笑，泪水只是打了个转，便又潮水般落下。很多男人呐，年纪长着长着就变了，他们骨子里的自恋，让他们无法放弃基因传承。男人又笑：“我不是。”徐志并不领情：“我管你是不是。”男人扭脸看他，神情动若观火，调侃道：“嘿，别拿我撒气好不好？”徐志有些不好意思，却提高了声音：“程静霄，我没吃饱。”同学聚会之后，因为徐志和周信一前一后离开，有同学在给周信的微信中放肆调侃。后来那些话进入了沈家竹的眼，而那天晚上的周信恰好彻夜未归。徐志和周信是大学同学，是彼此的初恋，人生中的许多个第一次都是他们一起完成的。那时候，徐志喜欢金庸和三毛，周信收集了一箱子，请同学帮忙，才抬进他的宿舍里去。
几个人嘻嘻哈哈地开着玩笑，过彩礼喽。徐志的双臂吊在周信的脖子上，小声说：“那我用自己做嫁妆，好不好？”在学校时，每天无忧无愁，两个人对未来充满设想，满满的都是细节。徐志画了厚厚2个素描本，直到两个人都成了牙吊、眼花、背驼的模样，仍然手挽着手站在春野上。刚工作的时候，两个人的单位离得有些远，又都是新进小字辈，各自在岗位上任劳任怨，原本不多的工资基本上都献给了交通和通信业。他每个周末都去找他，带着攒下1周的思念，以及附近新开业的蛋糕店里的甜品，女同事午休时不离手的某种坚果，甚至单位下午茶发给的石榴和樱桃。他住在一条巷子的末尾，他总是一只手提着拎袋，一只手按住身后沉甸甸的背包，轻快地大步奔跑在缺损破碎的砖石路面上。房门吱扭一响，他像只轻灵的猫一样迎上来，环住他的脖子。10几平方米的小房子里，徐志煮的粥很甜，煨的排骨很香。阳光穿窗而来，落在碎花桌布上。他托腮看他，目光清澈、直碎、热烈，脸颊上泛着小女孩样的融融的光。当时只道是寻常，那时候他们都以为一生啊，一生，他们都会这样度过。他用那样的目光看了他好多年，直到后来。那年月房价还算实在，在两家父母的帮衬下，他们很快就有了自己的小家。接着，他们各自的工作稳定下来，在房价高到离谱之前，又搬进了一套面积更大的新房。徐志和周父周母的关系也相处得很好。他聪明能干，善解人意，公公婆婆没理由不喜欢这样的儿媳。那几年，夫妻俩专心于工作，逢了假期就到处游山玩水，活得欢畅恣意。当同龄的朋友和同学纷纷为人父母时，他们总是潇洒地宣称自己是丁克一族。直到29岁的那年秋天，徐志意外怀孕了。她的心态很平，既没有很开心，也没有很焦虑，只觉得在临近30岁的年纪里，孩子来了就生吧，一切都是刚刚好。周信比她更紧张，吃辣了不行，喝甜了不行，裤子紧了不行，鞋底厚了不行，走路速度快了还是不行，让徐志又好笑又心烦，送他个外号叫做周总管。却没想到冬天里的一场雪后，徐志在上班路上被后车追尾，4个多月的胎儿没保住，急救室里惊心动魄了一回。回到病房里，周母因为失去的男胎叹气不已，周信的体贴和心疼却让徐志暖心多年。他把嘴巴贴在他的耳边，小声地一遍遍地问：“还疼不疼？”徐志摇摇头。那一刻，他是真的觉不出疼来，身体是木的，脑子里一片茫然。深夜里，他的神思终于清明，开始觉出腹痛，清晰地察觉到有血流出体内。他的声音很轻，问他：“不要小孩了，就我们2个一起生活，行吗？”“行。”他说，没有半分迟疑，都听你的。婚后第9年，徐志和周父周母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，原因无他，孩子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当徐志和周信一起回到公婆家里时，周母往往唉声叹气，含沙射影，而周父则沉着脸，垂着眼，徐志和他说句话，要等好一会儿才听得见回音。徐志的心渐渐冷了。后来便是年节假日，他也不再到他们家里去了。这样的家庭关系不可能不对夫妻感情造成影响。那几年，每当从父母家里回来，周信都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平复好情绪。
在那几天里，他显得烦躁、易怒，甚至拒绝沟通。等到情绪过去，他才会对徐志坦白：“不就是孩子吗？”说实话，有时候我不能理解我们自己，也不能理解他们。大家为什么都这么轴？为什么呀？较劲吗？徐志欲言又止。他心里清楚，虽然周信说话时将他自己和他画在一起，而事实上，假如她再次怀孕，他一定会喜不自胜，欢天喜地。几次三番，徐志终于决定妥协了。他一个人悄悄去医院体检，却得到了孕前调养的建议。医生提醒他，子宫壁很薄，会有流产风险。徐志只觉得浑身霎时涌起了一片鸡皮疙瘩。那年他已经37岁了。这些徐志没有向周信说起，他担忧、迟疑，时间一天天过去。药瓶锁在单位的抽屉里，他一边偷偷地吃，一边又懊恼沮丧，一会儿责怪自己，一会儿又对周信觉出失望。在一起的大多数时间里，他们默契地对生育这件事绝口不提，朋友和同事也仍当他们是快乐自由的丁克夫妻。然而，当想法出现分歧，中年伴侣又哪有那么多的热情和缠绵？如果不是小孩子的牵绊，许多对夫妻大约早就散了。后来，徐志偶尔会想，如果不是自己先提出离婚的话，周信会怎么样？38岁那年，徐志坐上了分公司副总经理的位置。在与董事长的谈话中，他犹豫片刻，继而再次表达了全心全意专注于工作的决心和想法。那晚，徐志坐在办公桌前怔怔良久，接着拉开抽屉，将药瓶尽数扔进垃圾桶。他拎着换下的垃圾袋下楼，在路灯下走出去好远，才寻了个垃圾桶，将袋子丢掉。39岁那年，周信的父亲突发脑出血，手术后整个人的状态差了很多。病床前，周母时常对着周信洗脑：“我们生病时有你照顾，嘘寒问暖，跑前跑后，等以后你老了病了，又有谁来照顾你？就算可以请护工，病床前也该有个贴心人啊。”隔一会儿，他又推翻了刚才的说法，其实生小孩也并不是为了让他们以后来照顾自己，做父母的欢喜和幸福，只有做了父母的人才知道。病床上的周父话说得不清楚，嘴巴里呜呜有声，靠在枕头上一下又一下用力地点着头，眼睛里泪水连连。周信的心意松动了。然而，随着时间过去，在长期的烦恼和分歧中，他和徐志在是否生育的问题上，想法已经渐行渐远了。他们都明白这一点，因此那场谈话来得拖延而艰难。他们也像是预知到了后来的某种结局，有一段时间，他们之间的感情显得疯狂而热烈，像是重回热恋，不顾一切地取悦着对方。直到有一天，在下班路上，他们停车让行了一对母女。那小女孩从车前走过时，转脸笑着朝他们挥了挥手。周信笑了，不是微笑，而是弯起眉眼，发出了笑声。他用目光将那对母女送过了斑马线，直到后面的车子发出鸣叫。徐志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瞬时土崩瓦解。离婚是徐志提的，没有吵闹和撕心裂肺，只有无尽的失望和顿顿的疼。周信握着他的手，问他再考虑一下，行吗？见徐志不说话，他提议道：“你实在不想生的话，要不咱们领养一个小孩？你先在爸妈面前答应下来，过些日子我再慢慢的劝说他们，好不好？”徐志哭了，却摇头：“你那么喜欢，就生一个自己的孩子吧。咱们已经在一起这么久了，爱过吵过，疯过好过，够了。
1周后，徐志和周信平静地领取了离婚证。徐志将正住着的那套房子留给周信，搬去了结婚时买下的小房子。至于存款，周信分文没要。3个月后，周信与小他12岁的同事沈家竹结婚。婚后不到1年，他们的女儿出生了。知道周信的婚讯之后，徐志约他见了一面。在安静的茶室里，徐志狠狠地甩了他一记耳光，指甲上的一粒小钻不知道怎么刮了一下，就在他的下颌处横了一道血印子。徐志说了这辈子最密集的脏话，他骂他，他揪着他的衣领，问他回去跟他能解释清楚吗？周信攥他的手腕，一字一顿，前妻挠的。徐志火气更盛，这么快就结婚，你们是不是早就勾搭上了？没有。周信的声音也不小，我也不算太差劲，你不要我，总有人不嫌弃。徐志忽的就没话说了，他转身整理外套，气哼哼丢下一句：你也不是什么好鸟，只想着繁殖牲口。周信用纸巾擦抹着下颌，不是弱的回：你心里只有自己，也不是什么好人。徐志咬牙切齿，心里诅咒了他千百遍，发誓老死不相往来。气消之后，却又想，他说错了吗？如果当初告诉他自己的体检结果，说一说心里有过的想法和尝试做过的努力，他会不会理解他，心疼他？他们会不会一起找到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法？可是现在无可挽回。是的，他承认心里有过的隐隐幻想，他想象过会不会有那么一天，他们可以重新站回对方身边，接续相伴白首的梦，梦断此刻，如烟消散。当初沈家竹和周信在同个公司工作，年轻的沈家竹是职员，而周信已经做到了高管。在沈家竹看来，40岁的周信在生活和事业上已有根基，加之他业务能力强，形象上佳，倾心不算难。至于周信，徐志扇他的那一巴掌也不算太冤枉。他和沈家竹相识许久，尽管没有猫腻，但若说彼此之间没有好感，却也不够客观。周信办完离婚手续后的第3周，一天晚上，他加班后从办公室出来，看到公共办公区还亮着灯，走近一看，是沈家竹。他问：你怎么还不下班？沈家竹抬眼一笑，就走了。他们前右脚的出门，进电梯，他的声音低低的，有些激动，有些忐忑。这个时间不好打车，你能载我一段吗？周信理解并接受了他释放出的信号。在交往之初，周信便坦言父母身体不好，很希望尽快看到下一代。沈家竹欣然答应。1个多月后，她说她怀孕了。周信并没有表现出沈家竹初时以为的期待和狂喜，仅仅口头确认之后，他便将精力放在了准备婚礼上。然而，不知道是因为2婚的缘故，还是时间仓促，他显得并无激情，以至于婚礼也显得形式大于内容，让沈家竹很快觉出了失望。后来有一次他们吵架，沈家竹哭着说：你根本就不爱我，你和我在一起就是为了生孩子。周信语气平淡，目光往他脸上一扫：那你呢？你用怀孕的谎话催我结婚，当真是因为喜欢我？沈家竹哑然失语。是的，沈家竹承认，他和他在一起是打了小算盘的。沈家竹的家境不算好，又有一个正在读书的弟弟，工作几年的收入大部分都贴补了家里。那年他28岁，升职加薪是梦中常有的事，而现实里哪有那么容易？
她是个聪明女孩，也还算努力，却远没有聪明能干到凭一己之力改变全家生活水平的程度，命运也迟迟不来垂青。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周信和徐志离婚的消息在公司里一传开，缘故也被同时揭晓。沈家竹对周信有好感是真，觉得他的各方面条件不错也是真。他向他表白，主动与他亲近，甚至不惜编造了怀孕的谎言。领了结婚证之后，又过了好几天，他才期期爱爱地用另一个谎言去圆先前的那个谎言，语气里则充满了真实的慌乱和忐忑，是验孕棒出了错。周信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气恼，一度让他为此窃喜，以为这便是信任和宠爱，却不过是老男人的心思深沉似海，事已至此，且行且看罢了。而让沈家竹更加失望的是，和前妻离婚后的周信几乎成了空壳子。关于存款，沈家竹婚前没好意思问，婚后却结结实实地吓了一跳。他以为以他的精明和笃定，总该为自己以后的生活好好规划，却没想到他倒是为前妻好好规划了一番。每当想起这茬，沈家竹心里都愤愤难平。可是当时的周信又明明什么都没有说过，许诺过。是自己傻呀，太冲动鲁莽，太想当然了。在婚后的生活里，他好像又挑不出他的大错而来。他顾家，疼女儿，对沈家父母和小弟也礼貌周到。只是两人之间原本就缺乏深层了解，一步跨进婚姻里，便开始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生活。两个人的状态不像是新婚夫妇，倒像是磕绊不断的老夫老妻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龄和工作压力大的缘故，周信在婚姻生活中并无太多热情，甚至对他年轻姣好的身体也缺乏迷恋。他们少有呢喃耳语的时刻，对话常常直接而简短。一个疲于工作，一个乏于家事，连夫妻间的缠绵厮磨也懒于应付。久而久之，两个人的两颗心仿佛隔着厚厚半膜。另外，沈家竹和周父周母之间也不无矛盾。沈家竹婚后便辞去了工作，因为周父的身体原因，周信又把父母接了过来一起住。一家人的日常生活矛盾很快便凸显出来。周父周母对小孩子的盼望，让他们在育儿工作中的参与感极强。周信回家时见到的情景，常常是老婆哭，父母拉长着脸，并无想象中广告片般的其乐融融。周信很忙，他不再是从前那个夫妻统领着高薪工资，又没有养孩子压力的男人了。他努力维持着情绪的平静，却将生活里的喜悦也随同焦虑消减了波澜。他常觉沮丧，他的情绪最直接地影响了沈家竹。偶尔他叹着气抱怨一声辛苦，沈家竹便会对他：谁让你假大方，不知道自己要养孩子吗？离婚干嘛不分存款？周信不与他理论，翻过身去，只将后背对着他。后悔吗？沈家竹常常这样问自己。后悔吗？周信也常常这样问自己。他却倔强地不肯回答，扭脸去看粉嫩可爱的女儿，眼底便会溢出笑意来。如果呀，如果，他暗暗地想，如果他和徐志当初的那个孩子能够顺顺利利地生下来，现在是几岁呢？他长什么样子？某个醉酒的夜里，他梦见过阳光挺拔少年，转过脸来叫他爸爸，那少年的眉眼好熟悉。周信在梦里应了声，忽地想起了那眉眼的出处，他叫徐志。办公室里，徐志和沈家竹是第一次见面。沈家竹回过头来，目光直视着他的眼睛，
他在梦里叫了你的名字。”徐志略有愣怔，很快便笑了，心平气和地说：“可是这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？”像是重拳落于虚处，沈家竹垂头复又抬头，眼睛里忽然就有了晶莹水意。我今天可能不该来，也不该说这些话，但我心里……徐志深深吸气，他没法责怪这个婚姻里的女人，也实在不想冷冰冰地将她推出门去。他们面对面站在那里，有着近乎齐平的身高，气质却迥然不同。徐志保持着思考时的习惯动作，将一只手半插在西裤口袋里。他身材优雅，态度温和笃定，自有一番气场。而沈家竹的碎花长裙则显得温柔许多，裙摆飘逸轻盈。只是她脸上情绪不定，肩背也有些耷拉，倒像是正站在上司面前受训的实习生。隔一会儿，徐志轻声开口：“5年了，我和周信只在同学聚会时见过那一次。我想，他只是在怀念他过去的小半生，无关于谁。尽管这让你心里不舒服，但你要知道，你参与的原本就是他的已经被腰斩过的人生。我能告诉你的只有这么多。”送走沈家竹，徐志拿起手机拨了周信的号码。他想跟他说多关心你老婆，他的状态似乎不太好。可是刚振铃一声，他就如梦初醒般挂断了电话。这样做合适吗？他忽然不确定。有那么几分钟，徐志很害怕周信会回拨过来。如果刚才那句话不该说，那么他又该怎样解释自己的行为？而周信的号码始终没有出现在手机屏幕上。徐志不知道，那天晚上在周信家里，他和沈家竹之间的矛盾已经上升到了要离婚的程度。女儿在周父周母房间里，沈家竹关好卧室门，对着周信来了一通婚后从未有过的疯狂输出。他说，除了5年里对他的所有期待和不满，3代人同居生活的烦恼，以及对2人未来关系的不安。末了，他哭着说：“你根本就不爱我。”周信很快就恢复了以往的平静，他叹息了一声：“我老了。早就老了，爱不动了。你就是个懦夫。”沈家竹说：“徐志那么好，你明明爱他，却又背弃了和他有过的承诺，你不觉得自己很无耻吗？”也许吧。周信没有表现出恼怒，语气就像是在和朋友聊天：“是我对不起他。尽管结婚生子并不是人生的标配，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也不只是爸妈催促的缘故，我就是打心里觉得有个小孩挺好的。所以你就找上了我。是你先找上了我。”沈家竹恨恨咬牙：“你就是个自私鬼。你知道徐志和你离了婚，现在过得有多好吗？别总提他。”周信的语气淡淡的，却再次将沈家竹惹翻：“你就算离了婚，也变不成他。”周信和沈家竹之间的矛盾持续了将近半月，最后是周父周母率先做出了妥协。他们做出了搬回老房的决定，又把儿子和儿媳叫到一起，当着儿媳的面将儿子一顿痛踢。周父抬起手里的拐杖，敲打了儿子的后背，尽量缓慢而清晰地吐字：“道歉。你已经离过1次婚了，难道还想离第2次？你记着，你有孩子。”周信道歉了，态度还算诚恳，却再次拒绝将妻子安排回原来的工作岗位。气得沈家竹险些当着公公婆婆的面砸了手里的水杯。几天后，家里的保姆跟着周父周母搬去了老宅，沈家竹也找到了新工作。女儿在幼儿园里，放学时由奶奶或保姆去接，夫妻俩下班后再过去接回女儿。很辛苦，但生活似乎正渐渐走向正轨。
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在徐志喜欢的地段上有新楼开盘，刚好程敬霄和那边的开发商有些业务往来，便找了个时间一起去看房。他们刚进门，就听见有人叫了一声“徐总”。徐志有些意外，抬眼竟是沈家竹。他穿着售楼员的工作服，笑容端庄的一张脸。这一下可好，房子还没看呢，徐志已经差点想打退堂鼓了。好在经理很快就过来打招呼了，将他们带进了贵宾室，再出来时就没见沈家竹的身影了。周末的晚餐桌上，沈家竹故意当着全家人的面提起了徐志和男人一起看房的事情，个人专注于面前的饭菜，像是没听到他说的话。好几分钟后，周母还是没忍住好奇，问道：“那人长什么样子？”沈家竹看了周信一眼，应该还不到40岁，很有型，事业有成的样子。周母没再搭言，周信轻咳一声，放下了手里的筷子：“我回公司一趟，晚些回来。”沈家竹扭过身，看他的背影，说道：“你又在逃避什么？想回就回，说走就走，家是旅馆吗？我和女儿就那么让你不满意？”周信像是没听见，这让沈家竹愈发恼火，话也说得收不住了。我告诉你，徐志现在过得好着呢，就算你惦记他，他也不会惦记你。当然了，如果他还念着你的一点好处，也不过是当初离婚时的那笔存款。周信，我们要养孩子啊，他要择校，要读高中，念大学。周信终于转过身来，语气仍旧平稳，却不难从他的神情里看出压抑着的恼意。我挣回来的哪一分钱没有给你？我没有再好好养女儿吗？至于当年我给了徐志多少，那是我和他的事，远在我和你结婚之前，与你无关，明白吗？沈家竹追上去：“你敢不敢承认，你心里就是还装着他？”程敬霄，那个男人名叫程敬霄。周信看住了他的眼睛：“我认识他，同学聚会那一晚，就是他去把徐志接走的。至于我不想回来听你唠叨，睡在办公室了。”周信的这句话倏地将沈家竹的回忆拉回了很多天前的那个晚上，他愈发恼怒：“你当时为什么不解释？你是聋了还是哑了？我在你眼里是透明的吗？家竹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那个温柔善解人意的女孩去哪里了？你追问的这些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意义？你在家里胡乱猜测也就罢了，在同学群里胡说八道我也忍了，可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和街头巷口撒泼耍混的女人有什么区别？你说我是怎么变成这样的？你说我是怎么变成这样的？沈家竹气得浑身发抖，只是提高了声音，一叠连声地问：“你说我是怎么变成这样的？”两个人站在门口，你一句我一句的全都上了头。忽然一声脆响，像是玻璃杯碎在地上的声音。周信大步奔回厨房，见父亲仍旧坐在餐桌前，面色还算平静，而母亲满脸泪水地站在父亲身边，胸脯剧烈起伏着，哭道：“你们吵什么？你爸身体不好，不能生气，你们不知道吗？住在一起要吵，分开住还要追过来吵。如果你爸被你们气出个好歹，我跟你们俩没完，都给我滚！别再来了。”周府握着老伴的手臂，示意他坐下。他叹着气，汤匙颤颤地挖起一勺已经凉掉了的牛肉，放进老伴的碗里，轻声说：“你还没看明白吗？是咱们错了，咱们自己的日子已经剩下没几年了，吃饱喝好，不要再去管孩子们的事情了，咱们只能越管越孬。”周信的泪水忽地冲进了眼眶。生活是怎么一天天变成现在这样的？
说他放任自流，破罐子破摔肯定是不准确的。但他常感觉自己就像一只失去锚定的小船，顺水而行，随波逐流，所行处也有青山如画，繁花似锦，但心境却然大不同了。我不知道生活是怎么一天天变成现在这样的，我对自己也很不满意。周信听见自己的声音，他的目光不安地落在地上，仿佛在找寻着什么，但我相信会好起来的。像是对自己刚说过的话加以确定，他又重复了一遍，会好起来的。很突兀的，徐志接到了沈家竹的电话，他说想见他，想和他说说话。当时徐志正和程静霄在餐厅里吃饭，程静霄就笑，你说你呀，人家都是离婚后被前夫缠着，你倒好，被前夫的现任缠上了。你正经点。徐志放下了手里的刀叉，看着他问，你说我要不要和他见面？那你见到他的时候，心里会有不舒服的感觉吗？徐志很认真地回答，会，我又不是圣人。有一段时间，我真的很难相信他们俩之间是完完全全清白的。既然不是圣人，就不要圣心泛滥，勉强自己去做不想做的事情。等会儿咱们吃过饭，再去逛逛商场，看个电影，多好。徐志有些为难，可我刚才在电话里答应他了。程静霄笑了，你都答应了，还问我干嘛？不过这年头，有心理问题的人太多了，你要是不放心，就去看看吧。公共场合，他也不能把你怎么样。徐志忍不住笑了，冲他弯了弯手臂，开玩笑，虽然我年纪比他大，但我是练过的好吗？等会儿你先过去和他见面，然后我叫上周信一起去接你们，这样行吗？徐志表现出微微惊异，你们认识？不熟。喜欢一个女人，很难不关注她的事情，何况是那么大一个前夫，你说是吧？那你接下来准备怎么介绍自己？朋友、男友、未婚夫，我都行，看你。去一边去，我比你大5岁。嘿，我要你教我算数，我已经老了。你再磨叽下去，咱俩就真的老了。我磨叽是因为在乎你呀。万一两人在一起之后发现不行，还怎么回去朋友关系？你觉得咱俩现在还回得去？向前走吧，老大。万一很行呢？我不会生孩子，也或者说我不能生。没关系，反正我也不会，也或者说不能。徐志险些笑倒在桌子上，惹来了程静霄的不满。别笑了，搞得我们好像苏培盛和崔锦熙一样。好情绪持续了很久，下车前，徐志温声叮嘱：“那你过会儿就进来，我不想和他聊太久。”见程静霄笑着点头，他又说：“我会跟他说，以后不要再找我了，见面、电话都不要。我有我自己的生活，我过得很好，不想和过去的人再有牵扯。”程静霄再次点头，抬手重重地握了握他的手。咖啡馆里，沈家竹对徐志说了不少自己的委屈。他说：“我本来在这里就没什么朋友，这几年各忙各的，更是渐行渐远。父母那边也只能报喜不报忧，心里的话好久都没人说了。我常常觉得自己不了解他。我知道这样一次次找你很冒昧，但我真的很想听你说一说，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。你就当我是个树洞吧。”徐志轻声开口，谁又能真的了解谁呢？有时候我们连自己都不了解。后来程静霄来了，周信也来了，4个人2个方向，就此散场。回去的车上，徐志沉默了好久，才轻声说：“周信是个好人。我爸去世那会儿，我们其实都快离婚了，他还是跟着忙前忙后的。
下葬时老家规矩多，也是他，我恨过他，但我知道其实我自己也有问题。刚才沈家竹给我看小孩子的照片，真的好可爱。我真心希望他们能好好的。徐志的声音哽咽了，他没有再说下去。程静霄一直没出声，他转脸看他，却正迎上他微笑的眼睛。他这才开口：你想说就说呀，说什么都行，我听着呢，我尽量不吃醋。烦人。徐志的感伤情绪被打破，他嗔了他一眼，转头去看窗外的夜景。身边的人换了话题，问他那天看的那套房子还要不要？人家给你留着呢。不要了。卧室窗户怪小的，不舒畅，看着像鸽子笼。我家卧室窗户倒是货亮，太货亮了。睡前不拉窗帘的话，根本不用闹钟，一大早就像睡在露天地里，你说慌不慌？徐志失笑，哪有那么夸张？刚好在等红灯，程静霄凑过头来，笑说：低价卖给你吧。算了，送你好了，包括全套家电家具，一个男人一条狗，你敢不敢要？徐志抬手推他：你今天这是怎么了？还能不能要点脸了？我就是太要脸了，咱们俩才好几年原地踏步，毫无进展。徐志笑着转过脸，任他絮絮说着废话。眼前灯河流转，身下车轮轻快，沙沙碾压着路面。半生已过，每个人的生活仍将继续，许多事无关好坏、对错，选择而已。无论怎样选，也各有各的欢喜和憾悔，谁知道呢？说到底，余生仍长，看淡，看开，善待自己。全文完。